陛下，臣听内侍说，这只翠蝉是风春来带入宫中的。李贤已经死了10好几年了，当时风春来还没有进太医院中，他怎么会有此物呢？是啊，此事确实有些奇怪。那么此物到底是怎么进入宫中的呢？是鬼，是鬼呀！鬼？李贤的鬼魂，他不肯放过我。几个月以来，朕几乎时时都被恶鬼所缠，恐怕这就是冥间的信号，朕将不久于人世了。臣还记得太宗朝时，宫中也传闻闹鬼，于是就有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2公守门之事。臣记得敬德公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创立江山，杀人无数，岂有鬼哉？太宗皇帝对此话是大加赞赏，这是何等的豪气！而今陛下身为君上，堂堂天子，竟会相信这等鬼怪邪说，这恐怕会令天下齿寒呢。要不是阴鬼作祟，这只翠蝉怎么会出现在朕的面前？而且，昨天晚上，朕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，应该说，不像是梦。哦，好像是真实的事情。可是朕醒来，却在自己的榻上。什么梦？朕看见蟒氏站在朕的面前。陛下是说王皇后？是啊，她没有双臂，站在朕的面前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常言道，梦由心生，陛下恐怕是忧思过度，故生异梦吧？不，朕知道，那绝不单单是一个梦，那是幽冥鬼怪在向朕逼命。怀英，你好像从来都不信幽冥之事。以臣愚见，那些都是妄人讹传，不足为信。朕记得处死皇后蟒氏、淑妃萧氏2人之后，连续数年，梦里皆有蟒萧2人，浑身沥血，长发披面，站在朕的面前，向朕索命。连续几年，朕都做着同样的噩梦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朕才下令，宫中任何人不许养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朕才下决心离开长安，久居神都。这些都是私言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怀英啊，
如果真如你所说是望人讹传，朕怎么会连续几年都做同样的梦？陛下，可恕臣直言否？现在并无外人在场，你我就如朋友一般，单讲无妨。是，当年的事情，臣也听说过一些。陛下精于权谋，当年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之所以获罪，恐怕与陛下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吧？微臣失言。你说吧。陛下虽然是一代明君，但毕竟是女人，就心性而言，与世上女人恐怕也别无二致。当年杀死王萧二人的手法，可以说是残酷之极。臣听说陛下下令将二人手足斩下，手接在足上，而足又接在手上，然后将二人放入酒缸之内，慢慢泡制而死。如此死法，可谓是极尽凄惨之能事。二人身死魂灭，不足为怪，然陛下心中难道真的能够平静如常吗？当时二人的死状，陛下是亲眼看到的，真可谓是触目惊心呢。就像臣在断案当中也见过一些死状很惨的人，作为死者，身既已死，一切便都消失了。但是对于看到死者的生人来说，却会产生一种想法：此人死得这样惨，会不会阴魂不散前来寻仇？这样白天既有所思，夜间便有所梦，醒来回味，便证实了先前的想法，认为是鬼魂托梦作祟。臣在断案中也时常利用人们这种心理，所谓审阴司、审鬼魂，其实都是无稽之谈，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术罢了。陛下当年噩梦频频，我看不过如此。再加上陛下的女人心性，更容易相信鬼怪之事，这也就是陛下心中不能平静啊。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，但是翠蝉之事又如何解释呢？这是当年朕亲自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，后来他死后，朕又亲自收回，锁在了上阳宫内。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朕的面前？这确实是奇事一件，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定是鬼魂作祟。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人做的？人？谁？微臣不敢妄加推论，只是凭多年断案的经验，觉得此事定有佞人从中为怪，利用陛下畏惧鬼神的女人心性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你不信鬼神，朕不怪你，但你说有佞人作怪，也不过是凭空臆断吧。刚刚你说女人心性，我还会有什么女人心性啊？从进宫那天起，我就不再是女人，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中挣扎，见到的、听到的都是死亡、背叛和杀戮。我没有退路，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。最后我走到了尽头，即位登基做了皇帝，从此再也没有人在我之上。其实在我向着目标前进的路上，已经失去了很多，但那时我至少还有目标，
那是我奋不顾身也要达到的。当真正达到了，我觉得兴奋、激动。毕竟我是第一位女君主，我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傲视一切，天下在我脚下，群臣在我脚下。可现在，我感到茫然。我在万人之上做了皇帝，让我得到了什么呢？陛下，您得到了天下。错了，我得到的是敌人。我的儿子成了我的敌人，我的兄弟姐妹成了我的敌人，我过去的朋友成了我的敌人。我不得不把他们从我的视线中一一清除出去。最后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说陛下杀燕王李忠是因他乃萧妃之后，为陛下所不能容，那么微臣到现在也不明白，陛下为什么要杀孝敬皇帝李弘和张怀太子李贤？这两位可都是陛下的亲生儿子。杀李弘是因为他私自为李忠收尸，我怀疑他心怀叵测。就因为这个？杀李贤的原因就更简单了，因为他误信人言，认为我不是他的生身之母，心生忧惧，写下了一首诗：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二摘使瓜稀。三摘犹为可，四摘报慢归。哼，好一个三摘犹为可，四摘报慢归呀！我的好儿子。陛下，据说张怀太子经常对身边的人说，陛下绝不会放过他，早晚会死在您的手里。哼，这等逆子，我还留着他干什么？叫邱神基立刻进宫。是。你们待在这里，我一个人进去传旨。是。李贤接旨。臣李贤接旨。这是皇帝让我交给你的。张怀太子是这样死的。是啊。孝敬皇帝和张怀太子都是仁孝温和、利益良善的谦谦君子，如此无辜被杀，实在是令人心痛。冤鬼呀！怀英，在了。如果我死之后，你会怎么评价我？但说无妨。功过参半。满朝之中，也只有你敢这样说了。对面无君臣，微臣只当是朋友交谈。你知道我会怎么评价自己吗？如果要为自己立碑，我会立一座无字之碑。
我要做一场大法事，超度那些亡魂。仔细搜查。是。到那边。好。往这边来看看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是。太爷，太爷，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文牒。哦。江小郎，河南县江家庄人士，隋大业7年生人。太爷，在距死1里之外的官道旁，发现了一辆马车和车夫的无头尸体。哦，走去看看。是。来，搜查这边。快点来，树丛里面仔细搜索。是。这边，这边。到这边来看看。皇帝杀人如麻，死在他手下的人不计其数，会不会是那些厉鬼前来索命啊？皇帝杀戮过重，这是不假，然而鬼怪之说乃是妄传，人死魂消，岂有鬼哉？哎，元芳，没想到你这么个武艺高强、浑身是胆的大英雄，也会如此的迷信啊！大人教训的是，人呐，只要正身正行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民，何必有那么多欺人之私呢？所谓鬼怪之说，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。你说呢？大人所言甚是，卑职惭愧。不过，青玉翠蝉确实是有些奇怪。难道说，真是有人从中作祟？老爷，老爷，怎么了？您猜猜谁来了？你这个小鬼头也来考我，让我凭空猜测，难道我是神仙不成啊？看你这鬼样子，来的这位客人不但跟我很熟，跟你也很熟，会是谁呢？啊，曾泰，您真棒，快请他进来。哎，曾大人，您请进吧。恩师在上，受学生一拜。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李将军，别来无恙。曾兄自湖州案后，1年之内连升3级，荣任正五品泾县县令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我和大人都替你高兴啊！还不全仰赖恩师多方举荐，曾泰才有今日啊！哎，我这也是效仿春秋齐奚之故事，内举不避亲嘛啊！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啊，请。坐。早就听闻恩师随皇帝驾临神都，几次前来探望，都恰逢恩师半驾出巡，无法得见。是啊，我听府内家人说起了。这一次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，可是学生却不是专程探望，而是有事前来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唉，学生治下的永昌县出了一桩奇案。落年。太子殿下，梁王可好？承殿下记挂，三思，一切安好。梁王进宫也是来问安的吧？是啊，听说昨夜
皇帝龙体为何？三思心中忐忑，特来诚进问安。梁王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。太子殿下不也一样吗？哦，太子殿下请，请。如此看来，真是贤哥的阴魂不散，前来作祟搅闹。娘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哼，娘俩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？您虽然贵为天子，百神呵护，可这幽冥之事却是难讲得很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。我已经传下旨意。命国师王之远带朕大作水陆道场，超度亡魂了。王之远道行很深，堪当此任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和梁王殿下听说圣公为何，前来问安。这两个人好灵通的消息呀！哼，这就叫做各怀鬼胎。叫他们进来。案发地点是永昌县通往东都的官道上，2名死者不但头颅被凶手割下，而且还失去了左臂，真是令人感到诧异。哦，还发现了什么？在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文牒，此人叫江小郎，是河南县江家庄人士。我记得河南县是在正圣元年，也就是7年前，分为了洛阳县和永昌县的吧？正是，您说的一点不错。那这个江家庄到底是在洛阳县治下，还是在你永昌县的治下？恩师可能不知道吧？去年11月份，永昌县和洛阳县合二为一，统称永昌县。哦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正出任处置使，在剑南道巡查。这么说，这江家庄就是在你的治下喽？正是，学生已派县尉前往江家庄调查去了。还有什么发现？哦，在官道上发现了死者生前乘坐的马车，在车厢内壁上有一只用鲜血画的雄鹰。什么？滴血雄鹰？是啊，恩师，怎么你也知道？益州、单州、蒲州接连发生凶案，死者多达70余人，现场没有任何线索，只有一只用鲜血画成的滴血雄鹰。啊！想不到凶案竟然发生到天子脚下的洛阳。哎，皇帝现在神都，可境内却发生这样的凶案，一旦上达天听，学生真是吃罪不起啊！这才想请恩师出面推断勘察，以期尽早结案。哎，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，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，又没有使职差遣，巡吏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。再者，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，我就是真想干预，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，绝不能公亲查案，否则必遭御史弹劾。大人，滴血雄鹰一案本已牵扯剑南、河东、陇右3道，现在竟蔓延至天子脚下，又将河南道牵扯在内，一件凶案竟然牵扯了4道10州20多个县，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啊！也罢，那我就先以私人身份勘察现场，而后再做驱除。多谢恩师。哎，曾兄啊，大人只要是遇到奇案，便如是老饕闻到了美味食物，
那是绝不肯放过的。知我者，李元芳也。我们换上便服，立即出发。听说圣上龙体为何，臣等这才进宫问安。你们看到了，朕的身体无恙，只是最近操劳国事，有些疲乏，故此想休息一下。看到圣公安康，臣就放心了。陛下勤政爱民，乃万世明君，天下皆仰皇帝圣言。但盼陛下在操劳国事之时，也可注意龙体，以免群臣不安呐。太子所言极是，这正是臣等的肺腑之言呢。知道了。朝中之事，太子要多费些心力，遇事要多与狄仁杰这些老臣商量。他们历经两朝，处事谨慎有方，梁王也应倾力相助。切不可同床异梦，各怀心腹。臣遵旨。好了，朕有些累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哼，我还没死呢，这两个人就已经打算以后的事情了。什么注意龙体肺腑之言，表面上装得谦恭无比，其实就是来探探虚实。哼，真是其心可诛。恩师有什么发现吗？那个死者江小郎的尸体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那边。学生知道恩师的断案习惯，因此命衙役保护现场，未敢擅动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是。不可能，天下绝不会有这么大的马匹。先生是谁呀？我请来了断案大师。断案大师？曾太，学生在。你说从死者身上搜出了身份文牒？正是。给我看看。江小郎，河南县江家庄人士，隋大业7年生人。隋大业7年生人，怪哉！恩师，您发现了什么？怎么，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？依身份文牒上所说，死者江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7年，而今已经是长安2年，算起来，他应该将近100岁了。你们仔细看看。按照本朝律法，年过9旬的长者应该赐勋官加俸，难道县里就没有记载吗？永昌县的治下共有6位9旬以上的老翁，都有记在册，可是没有一个叫江小郎的。你们再看看死者身上的皮肤，细腻润滑，富有弹性，这哪里像一个100岁老人的皮肤？我看连40岁都不到。
难道这文牒？哎，先不要妄下结论。走，随我到官道上去看看。曾太，在。你是何时接到报案的？大约是晨牌时分。接到报案后，学生便派人将官道封锁了。也就是说，案发时间一定是在今日的凌晨寅时到卯时之间了。哦，何以如此肯定？你来看，这就是死者所乘的2轮马车留下的车辙。是的。从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看，只有死者所乘的马车留下的痕迹最为清晰，这就证明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。为什么？如果案发后有其他的车辆经过，那么死者的车辙就一定会被其他车辙覆盖，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，是死者马车的车辙覆盖了其他的车辙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，从案发到报案，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，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。这条官道直通神都，非常繁忙。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？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，路上就没有车辆。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？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，辰时开启。那么中间这2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？学生愚钝，恩师英明。因此，案发时间就一定是在这2个时辰之内。不对呀，恩师，有一点说不通啊。什么？既然城门已经关闭，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？即使他赶到了，也叫不开城门呢。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？问得好，依你之见呢？还请恩师开导。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。就这么简单？对，往往看起来复杂的事情，其实非常简单。你来看看路上这3排马蹄印，你看，这2排是死者的2匹驾辕马留下的，而旁边这1排就是凶手留下的马蹄印。我可以想象，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。今日寅末时分，死者乘车前往神都，后面传来了马蹄声，凶手飞马赶到车侧，先杀了车夫，杀人的手法非常简练，一击之下人头落地。我想他使用的一定是一柄长大的兵器。而这个时候，死者在车内听到了车外的声音，撩开车帘，看到了车夫的尸体，大惊之下跳车逃生。死者跳车之后落在了地上，然后他翻身而起，直接向草丛跑去。这个时候，凶手策马追赶，在石碑之前将他杀死。
什么不是？大人，您对这排题印有什么看法？我刚刚看过了，这就是凶手所乘坐骑留下的题印。是马？当然是马。如果不是马，还有什么能够充当坐骑呢？大人，恕卑职直言，凶手所乘的绝不是马。你说什么？卑职虽然算不上相马的大行家，但也略知一二。天下的马匹分为多种，以西域马、蒙古马为上品。这2种马是天下马匹最大的马种。西域马体态雄健、威武高大，一般在军中做仪仗之用；蒙古马体型稍小，但体力充沛，短途冲刺能力好，在军中一般做骑兵之用。可这一排题印太可怕了，马蹄大如海碗，竟比西域马的马蹄大出2倍还多。刚刚我丈量了马蹄印间的距离，大人您看，此物步伐如此巨大，是战马的1倍半还要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据我所知，当今天下没有一种马可以迈出如此巨大的步伐。那不是马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是妖怪。一只出现在天下4到10州的滴血雄鹰，一个生于前隋大业7年的100岁之人，一匹蹄大如碗、步幅颀长的妖兽。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玄机呢？暴风雨就要来了。恩师，您看这个案子。曾太，上午你曾说起派县尉到江家庄查访死者江小郎的家人。是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我看这样，你马上命人将此题印拓下。元芳，你拿着拓好的题印到殿中省，请人去看看。是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没看见有一首诗吗？没有什么诗啊。
么要我们来这里？说是有紧急任务。今天我听这儿的村民说，这个大院可是个凶宅，经常闹鬼。这里的主人几十年前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毙，30余口全都被砍下了脑袋。别这么自己吓唬自己。真的，我还听说啊，只要住过这个院子的人都没得好死，不然这里怎么荒废了呢？哎，孙殿臣回神都报信儿，算时间也该回来了。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弟兄们，我看事情有点不妙，我们还是撤吧。小可方根生路过此地，赶上暴雨，想问主家借宿一宿，不知方便否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不，我要回去，我要睡觉。这是梦，这是噩梦。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有杀自己的女儿，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，是你！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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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醒醒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醒了。陛下，又是做梦对吧？陛下，
您可醒了？刚刚您一直不停地叫喊。我已经让人去请太医了。不用了，春夏。传旨，请国师王知远即刻进宫。是。来，老爷，大人，元芳，你们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位就是殿中省掌管贤旧的飞龙使何云大人。卑职飞龙使何云参见国老。大人免礼，如此深夜把你请来，本阁心内不安呐。快快请坐。谢国老，请。好，请坐。是。本来卑职不敢劳动何大人的大驾，但是何大人坚持一定要见到大人，才能道出事情的原委。哦。国老，今天下午，李将军拿着榻下的题印前来找我，也将他的看法告诉了卑职。卑职即刻查看马经，进行比对，认为此题印可以肯定是马无疑，并不是什么妖兽。然而，卑职同时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此马所带蹄铁是隋朝所制。什么？是的，这个拓印上的蹄铁花色，本朝早在太宗皇帝时就明令兵部、驾部、官马方和贤旧禁绝使用。禁绝使用？是的，因为这种蹄铁花色乃是前隋炀帝萧果军的专用蹄铁。凡打造使用此种花色者，在本朝罪同反叛，按大逆律论处。你是说，这个题印的花色，乃是前隋萧果军专用的？正是。当年太宗圣谕下达后，凡缴获前隋军马匹，均被换上本朝所制的护军蹄铁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这种蹄铁散落民间呢？此花色乃是前隋禁卫军专用，民间是不可能打造的。再说，蹄铁并非耐用品，需时时更换。从隋末到现在，已经80多年，一块蹄铁是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。何大人的意思是，这块蹄铁真是隋末所制？正是。此乃江都工械坊专为萧果军打造的。这种蹄花模子早已失传，而且打造此物乃是大逆之罪，是要以九族的。卑职想来，也不可能是今人仿制的。那么这蹄铁是隋末的，那这匹马？卑职正要对国老说说此马。若说蹄铁之事是万分蹊跷的话，那么此马更是让人不可捉摸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恕卑职出言无状，这匹马绝对不可能是今人所有。什么意思？此马应该在后汉末年便已绝迹。后汉末年绝迹？是的，李将军今天拿来此马蹄印，卑职一见之下便吃了一惊。查遍了兵部36马方，殿中省官马方6厩，左飞右飞，左腕右腕，东南内西南内，殿中省飞龙使6厩，飞龙、祥林、凤苑、宛鸾、吉良、六群，共48方马厩的所有马谱，竟没有一匹马与此相同。国老可能知道，飞龙使所辖内厩均接收的是各国进贡的名贵马种，可以说天下无出其右。这里没有的马种，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。这我相信。就在此时，卑职忽然想起了一种早已绝迹的马种。
是什么？汗血宝马。李将军也是这么认为？如果一定要说这蹄印是马的话，除了汗血马，天下绝不会再有任何一个马种如此神骏，不服如此之大。将军所论极是，我也是这么看的。以蹄印和步伐判断，只有这一种解释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汗血马早在后汉时便已绝种。汗血马，汗血马。书中记载，汗血马是西域大渊的名种，数量极其稀少，它不食杂草，只以苜蓿为食。在奔跑出汗时，身上变为血红，因此名叫汗血。此马身强体健，巨大无比。自后汉绝迹后，就再也没有记载。隋末的蹄铁，汉代的宝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恩师，曾兄，曾兄，恩师，曾兄，怎么了，曾太？怎么了，曾兄啊？慢慢说，来，元芳，扶他坐下。恩师，恩师，曾太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恩师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自从官道上分手以后，卑职就回到县衙。大人，去过江家庄了？还没有。今天一早，本官便命你前往江家庄去寻找死者江小郎的亲属。几个时辰都过去了，怎么还在这里逡巡？是何道理啊？卑职有下情回禀。说。卑职问遍了县衙中的衙役捕快，大家都说永昌县没有江家庄这个地方。胡说！难道身份文牒也会瞎写的吗？分明是你躲懒不肯前去，还用这等胡话搪塞本官。卑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瞒大人呐。刚刚大人进来前，卑职正在查看地图，实在是找不到江家庄这个地方。我就不信。你说什么？会不会是江家庄改名了，而我们不知道？在县尉的提醒下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高如进，武德初年时便是河南县的县丞。此人已年过九旬，是永昌6位九旬老翁之一。于是，我便与县尉赶往高如进的家中。江家庄。是的。前辈可知永昌境内是否有这么一个村子？江家庄。江家庄。江家庄。前辈知道这个地方？是的。如果不是太爷近日亲临，老朽这一辈子也不敢再想那个可怕的地方。可怕的地方？正是。那是太宗皇帝贞观10年，江家庄中的一户人家，大小30余口被人杀死在家中，尸体被斩去了头颅和左臂。你是说，尸体被人将头颅和左臂斩去？正是。啊，太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你继续说。当时那个案子正好是老朽经办的，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，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。几十颗头颅，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，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，至今思之，仍令人不寒而栗。那个案子破了吗？此案持续了4个月，竟没有任何进展。后来，一位走访的道士来到县里，对老朽说：“
此乃厉鬼作祟，阴兵杀人呐！什么？阴兵杀人？是的，当时老朽还不相信，没想到第二天江家庄大火，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。当我率人赶到时，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老朽也因此事受到上峰的重责，因而丢掉了官职。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放在将军庙中？他又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人，太爷，您错了，不是人，是鬼，是冤魂厉鬼呀！厉鬼？可厉鬼为什么要杀江家庄的人呢？哎呀，幽冥之事，我等凡人怎能知道啊？老朽后来听说，那座将军庙是为了祭奠死去的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所建的。曾兄，你刚才说西林将军庙供奉的是谁？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。何大人，你刚刚说过，题印上的花色是前隋萧果军专用。正是。总太，你继续说吧。听高如进说完，学生便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。几十年前的惨案，竟和今天所发之案惊人的相似。学生当时就想向恩师禀报，可是想到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，因此决定还是先查找到江家庄和死者江小郎的家人。于是学生打听清楚了江家庄的具体地点，便匆忙率人赶往那里。这哪里是江家庄？明明是一片坟地嘛！按高如进所说，江家庄位于青阳岗上，这里就是青阳岗啊。都是姓江的。哎，岗下那个庄子叫什么名字？回太爷的话，那是恩济庄。恩济庄。顾族长江小郎之墓啊！学生当时万分惊讶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也许是同名同姓之人呢。于是立刻率人赶回县衙，调来了太宗贞观年间的旧档，找到了贞观10年的县志，依高如进所说详加查看，果然找到了江小郎这个名字。10年7月6日夜
河南县姜家庄姜家大院屋主姜小郎及家中老少30余口被强杀于宅中，尸身被斩下头颅和左臂，时人疑为厉鬼所为。姜小郎，河南县姜家庄人士，前隋大业7年生人。前隋大业7年。啊！太爷，太爷，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文牒。姜小郎，河南县姜家庄人士，隋大业7年生人。依身份文牒上所说，死者姜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7年。啊！学生万没有想到，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发生在姜家庄的惨案，死者竟然是姜小郎。恩师，如果这个姜小郎已经在几十年前死去，那么我们今天在官道旁的石碑前发现的无头尸体又是谁？后汉的宝马，前隋的蹄铁，几十年前便已死去的无头尸体姜小郎，前隋萧果军中郎将于文成都，竟然没有一样是当今的人和物。还有失去的头颅和左臂，每一样都和当年的惨案出奇的相似。恩师，学生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我们是在替人办案，还是在替鬼办案？难道这世间真的有鬼不成？明天一早，我们去姜家庄坟地。陛下，国师求见。快请他进来。是。有请国师。臣王之远叩见陛下，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国师平身，赐座。是。谢陛下。国师请。知远，你是修行之人，虽身在方外，却一直被朕以为心腹，专门替朕执行机密要务。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，为臣感激涕零。自2年前得陛下密旨，臣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委曲亲王，已连破10数个逆党团伙，臣以具表详述。朕今天叫你来，不是为了这个，你的能力朕是绝对信任的。那是陛下另有要事为臣去办。朕最近精神恍惚，心智混乱，极有崩溃之势。朕已感觉到，再这样下去，大限便将至矣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朕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来人！来人！有！陛下，快看看国师怎么了？征怀太子，2位娘娘，皇帝在此，
上离开！你说什么？此乃大内禁中，天子居所，尔等阴鬼怎能进入？岂不闻阴阳有界吗？尔等胆敢擅越雷池，作祟攻进，就不怕被天？